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6号。昨天比特币最终守住 35K， 大涨了 6%， 所以多头的头寸还是坚定持有啊！希望粉丝们不要被吓到，不要平仓，估计就是主力故意下跌骗人，因为美元都崩盘了，比特币能跌到哪里去？那昨天这一个低点守住，或者 35K 支撑有在进场的朋友，等下来聊一聊比特币下一个上涨目标，包括这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圈，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几天一直在提的 35K 的支撑啊。其实支撑交代给大家看个人的杠杆倍数，10倍的杠杆，你如果在这个位置开 1% 的止损，就算 35K 前面跌到 34.8K， 它也没有打止损啊。一般10倍的杠杆，我个人是觉得 1% 的止损是相对比较适中，所以这个支撑的位置其实也是很巧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几天不是有跟大家聊到，主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取决于你高点要画到哪一个位置，它在中轴里面会有一些迹象，比如说今年3月份的这个低点，或者是今年4月份的这个低点，包括硅谷银行前面的这个高点，差不多是在今年的2月份，或者是比特币在2022年的9月份，跟当时这一个区间，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中轴画出来的支撑位。所以我们在看一些交易品种支撑压力的时候，不一定它的支撑跟阻力是水平的。比如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带朋友们底部抄底，也是因为观察到有可能美元指数它这一个月线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倾斜的压力线，就是2004年的这个低点跟2006年的这个低点，或者是2008年、2009年的这两个高点，15年的这个高点过不去，16年的这个高点过不去，然后就是144的高点过不去。所以去年比特币带粉丝朋友们 20K 下方在这个位置抄底，或者是现在我的观点，它这个通道主力也是一步一个台阶，可能在这个位置建仓挖坑，然后拉上来，一直在这个通道里面下轨的通道里面波动，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会回到这个上轨道的通道。但是这一次已经不同了，经过1年或者是半年或者是200多天这一个平台的整理区间，在这个位置它突破了这一个上面轨道的区间，而且是已经脱离了这一个平缓的整个上涨的通道。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的走势啊，上涨一般都是这种抛物线上涨，所以现在有可能完全就是在抛物线上涨。包括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你要留意啊，如果要反的话，就观察有没有可能再压回到这个位置，因为当时这个位置也是压回到这个位置。那现在没有压回，我的观点有可能三浪它不同于前面的一浪，它会时间更短，有可能上涨起来会更急啊。就比如这个位置，这边是涨了 40%， 这边是涨了 40%， 然后它有洗盘，或者这个位置短线有没有可能再整理？但是我的观点不排除上面的空间有可能继续上去，是在这个位置继续上啊，还是说盘整到位，或者再继续上？上面的空间我估计有可能至少要去 48K， 那在 48K 的中间，短线会不会还有一些压力位？等下来跟大家讲。然后我们再分享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RSI 指标，这个 RSI 指标感觉是非常的神奇哦，它往往在趋势突破的位置 RSI 指标会领先反应，或者是趋势支撑的位置 RSI 指标也是会领先反应。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波行情，比特币 25K 起来，在这个位置后面重新反进去，也是希望朋友们破箱体它就不应该反箱体。这个位置当时也是希望朋友们 25.5K 如果上去，你应该要继续给我买进比特币，或者是期货继续做多。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压回到这个位置，或者是压回到这个位置，它就是几个低点的位置 RSI 指标有领先反应，明显的就是一个趋势在支撑。包括这一次跌回来的 35K，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 35K 有买进的朋友，我的观点，你如果有做对防守，还是设在自己的成本位，或者短线你要修正止盈位的朋友，也可以这样子去对待。因为昨天这一个 K 线毕竟把前面这4根全部给它吃掉，那我的观点，你也可以把一半的仓位把它止盈位或者是止损位设在这一个 K 线一半的位置。或者还有一些朋友是一直在担心最近的比特币价格一直在涨，很多指标 KD 也好 MACD 也好都看到日线级别是有背离，包括这个 RSI 指标也是有背离。那我想跟大家讲趋势大于一切，它这个趋势大于一切，你不要去管这个 RSI 指标背离，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的 RSI 指标，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现在是不同于前面一波的上涨，它有可能散乱的上涨。RSI 指标如果来到70上方，不要去管它什么其他小时或者是日线级别的背离，它有可能会疯狂的就是一个抛物线的上涨，就类似这种。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0年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抛物线上涨， RSI 指标来到70上方，是不是就是一个抛物线的上涨？现在就是在70上方，周线里面你有看到它背离吗？那要担心比特币什么下跌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朋友去做空，我是希望朋友们一定不要做空，等到比特币涨到高位有风险的位置，我们再去做空。也是跟大家讲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已经1年多都没有再做空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周线比特币这个 RSI 指标啊，它在这1年多也是明显的每一次它的趋势会领先于价格反应。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比特币这个高点 RSI 这个高点，然后比特币 32K 的这个高点 RSI 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下降趋势，当时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反应慢的那一些追加者或者是右侧的交易者，就是在这个位置都应该进场追加。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2022年空头的熊市，从这个 65K 的高点或者是这个 RSI 有几个高点，它也是有一个下降趋势。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区间往上突破， RSI 指标也是在这个位置，它会领先反应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买的话，到现在我的观点也是希望朋友们抱住。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在涨到 48K 之前短线的几个压力位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啊？因为我有时候交代的一些点位都是有经过复杂的计算。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啊，要去思考一下，如果比特币价格继续上去，有没有可能在4万美金附近会不会整理一个区间？因为历史的经验，往往一些整数位它有时候也是会有压力，或者这个40600美金，朋友们去观察一下，如果短线有继续上去，这个位置看一下短线会不会有压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40600美金，也是在2022年4月份的这个位置，如果拉一条直线去观察，它是在2021年的10月份，当时这几个低点的位置有一个质押转换的位置。不过我的观点应该也是会继续挑战，或者是到时候整理到位，有没有可能继续上去的时候，朋友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数字，就是444，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停顿，或者是盘整以后再往上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